农庄内养殖的鸽子成功的孵出了2只肉嘟嘟的小鸽子。在鱼池边用竹子搭建一个养鸭子的小棚子来扩大农庄中的养殖业，而自己农庄内的芭蕉再次的迎来了大丰收，让野猪真正的实现了芭蕉自由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一早就来到了竹林中采挖竹笋，为自己和媳妇添上一道菜肴。而现在的竹笋基本上都已经破土而出了，很容易就能发现无需仔细的在地上找拱起的土包了。很快赛迦就挖够了2人吃的量，用树藤进行捆绑，准备返回农庄。而另一边的小慧正在拔房屋前空地上的杂草，清理一下居住位置的环境，而后给种植在屋子周围的月季花浇上生命的源泉，让它们有充足的水分，从而使花朵得到绽放，让农庄内充满花香。等浇完花，小慧着手准备做饭，把提前用紫兰草浸泡好的糯米饭倒进特制的竹笼中，接着把装满糯米饭的竹笼放在专用的铁锅上进行蒸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早上吃的紫色粢饭也是像他们那样做出来的吗？而此时赛迦也刚好从山上下来，把采挖回来的竹笋剥去外壳，在水中清洗，然后把洗完的竹笋切成长长的细条，而后加上些山泉水放在铁锅中，先用清水焯一遍。另一边在火上竹笼中的米饭冒着热气，已经完全蒸熟。忙完这些，小两口拿着簸箕要到农庄内采摘一些野菜。来到采摘的位置，这种菜遍地都是。而这种野菜是不是传说中在农村随处可见的龙葵，在没有长出黑果之前，小编也不能100%的肯定。采集了足够的菜叶后，小两口原路返回。回来后在水龙头边开始清洗，赛迦也把用清水焯好的竹笋倒在簸箕中，等洗完，油锅里倒，开始炒已经煮熟的竹笋。毕竟水煮的竹笋连一点油都没有，也没放什么调味料，肯定是难吃的。简单的翻炒加上调味料，很快就能出锅了。而后把采摘回来的龙葵叶白灼一下就能吃饭了。虽然菜式简单了点，但有了媳妇的陪伴还是幸福的。几只小家伙来到了桌子底下凑热闹，搞一点糯米饭吃。等吃完饭，小两口背着竹篓要给营地中的野猪准备明天的食物。来到喂养鸽子的竹笼中，赛迦发现鸽笼中已经孵出了小鸽子。赛迦把才长出绒毛肉嘟嘟的小鸽子拿出来放在了小慧的手中，小慧也是非常的欢喜。还有2只但没有孵出小鸽子。接着赛迦采了一些干枯的芭蕉叶放在鸽笼中，重新的把小鸽子和蛋放进去，让它们继续孵化。而后小两口开始在斜坡上砍伐新长出来的芭蕉树，采集一些野猪爱吃的野草叶。眨眼到了第2天，2人在鱼池边整理要盖小棚子的地基。赛迦拿着撬棍开始挖掘要立柱的桩洞。等挖完，从山上砍来竹子，正式开始搭建，把砍来的竹子锯成自己想要的长度，接着在其头部开凿出捆绑用的孔洞，之后把立柱放进已经挖好的桩洞中，用竹筒把回填回去的泥土夯实。赛迦把棚子的横梁放上，然后把竹子劈成2半，开始铺设鸭笼中的地板。有着一些野生的工具，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手。再加上男女搭配这么一说，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里就把鸭笼的整体结构都制作好了。接下来就可以铺设棚顶了，用采摘回来的芭蕉叶先铺上一层，然后再把一张塑料膜铺在芭蕉叶上，防止漏水，最后再盖上一层芭蕉叶，既能防止大风把塑料膜吹跑，又能得到保温的效果，一举两得。忙完鸭笼的工作后，就到了每天最重要的环节，拿着煮好的食物给野猪们喂上食物。而首当其冲的还是6只已经放飞自我的小野猪，当然他们的好日子就快结束了，马上要把他们给关起来了。接着给猪圈中的其他嗷嗷待哺的野猪也喂上食物，必须得雨露均沾，不能落下哪一只。等喂完猪，小两口要把农庄内已经成熟变黄的芭蕉都采摘回来。由于先前这块地是专门种植芭蕉的果园，山上芭蕉的数量非常之多，等成熟时的数量也非常之大。小两口要靠着竹篓不停地来回进行运输。很快猪圈外的地上就铺满了一串串的芭蕉，小两口开始给芭蕉剥皮，要先给野猪们喂上一轮。这么多芭蕉必须赶快的喂给野猪们食用，不然天气热很快就会开始腐烂。经过这几天不断的喂食，小野猪们也完全跟农庄的女主人混熟了。新搭建的鸭笼住进了几只成年鸭进行饲养，重新规划农庄内的地块，用网分划出各种动物的活动范围。昨天新搭建的鸭笼已经有了它的新主人，养4只成年的鸭子来试试水。新的一天来临，热气腾腾的猪食已经煮熟，小慧把食物分别装在3个盆中，使其能够尽快的冷却。先给农庄内的鸡群喂上些食物，当然6只小家伙早就混进了鸡群中，开始了吃饭前的开胃菜。等喂完鸡，小两口端着盆向猪圈走去，而身后紧跟着6只拖油瓶，把盆中的食物用纯天然的山泉水进行稀释，然后直接倒进猪食槽中供小野猪们食用。小慧拿着锄头给母猪妈妈清理猪圈中的垃圾，6只小家伙欢快地摇着尾巴在进食，给母猪也喂上一盆食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可以再次的进行配种了。而几只小家伙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最后终于轮到公猪这里时，
可几只小家伙也已经及时的赶到。赛迦用锄头把猪圈中的芭蕉树干清理到一堆，小两口看着自己养成胖嘟嘟的野猪非常有成就感。而在这大猪圈中的4头猪分别是1公3母，这以后的野猪养殖肯定能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，可就是要累坏公猪了。等喂完猪，小夫妻俩开始清理斜坡处的杂草。小两口准备把农庄内的地块重新规划，把动物们分开，分别的围上铁丝网和线网。而在这块位置，先前赛迦是种植过番薯的地方，现在番薯藤也长有1米多长了，只能先割了以后再种了。等清理完杂草，小两口从山上背来竹子，开始制作绑网的立柱。小慧把从山上砍伐回来的竹子锯成相同的长度，而赛迦拿着铁锹棍开始挖掘要立柱的桩洞。由于农庄内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小两口选择把围栏也做大一点，可以让动物们有更大的位置自由活动。把立柱和桩洞弄完，夫妻俩把立柱放进桩洞中，开始回填，用木棍把回填回去的泥土用力的夯实。为了自己的农庄快速发展，小两口也是干劲十足，没停下来的意思。等把所有的立柱装完，小两口才坐在屋前的板凳上休息，不地道的再喂一口狗粮给大伙吃，不要眨眼。眨眼到了第2天，小慧用镐子在立柱与立柱之间挖一条浅沟渠，等装铁丝网时可以把网埋起来，不被猪给滚开。而赛迦则在挖掘要立柱的桩洞，准备在这围栏中搭建一个躲雨的小棚子。经过半小时的挖掘，赛迦把早已准备好的立柱放进桩洞中进行夯实，在立柱开完槽的顶端用野生的铁丝绑上用竹子做的横梁，接着把对半劈开的竹片捆绑在横梁上，如此一个棚子的雏形就出来了。然后再用芭蕉叶铺顶，跟压棚同样的制作方式，一层芭蕉叶一层塑料膜，再压一层芭蕉叶。而由于地处斜坡，赛迦还需给棚子制作地板，当然材料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用钉子钉上还是很快的。在地板的空隙处填充上石块，方便野猪们的进出，再用泥土进行最后的平整，一个可供躲雨的小棚子也就正式竣工了。之后小两口开始把铁丝网沿着挖好的沟渠靠在立柱上进行摆放，接着赛迦再用野生的铁丝把网和立柱绑扎紧，而小慧把挖掘沟渠的泥土重新的回填回去。等把铁丝网围好，小慧用美食的诱惑把6只小家伙都引到了围栏中，至此几只想用美食的小野猪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自由，只能在围栏中玩耍了。而后小两口把准备好作为立柱的木棍夯入地底，要在鸡笼附近也围上一圈线网，缩小鸡群的活动范围，让居住的地方不再是满地鸡屎和猪粪。而绑扎线网可比铁丝网容易多了，不用再挖浅沟，直接的绑在立柱上就可以了。很快2人就把剩下的绑完了，至此农庄内还有鸽子和几只新来的鸭子能够自由的活动。买回来了一大盆的小草鱼苗，投放在自家的鱼池中进行养殖。在房顶上种植的花朵开得争奇斗艳，而在自己地里种的黄瓜也到了成熟采摘的时机了。没有毒辣的阳光，阴蒙蒙的天气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鱼池打造完已经过了好几天，今天小两口也从老乡那进货买来了一批草鱼苗。在流动充满氧气纯天然的山泉水中，鱼苗的状态相当的活跃，当然是不可能出现养蛹鱼的存在。全部的抓到大盆中，准备放生在自家鱼池中。2人来到鱼池边，把鱼一条条的投放进鱼池中，当然这不是为了炫耀自家有鱼池以后可以随时的垂钓和抓捕，而是为了查清鱼苗的数量，等到以后抓的时候也可以统计出这次养殖的得失和宝贵的养殖经验。把所有的鱼苗放下去之后，赛迦来到农庄内的斜坡处砍伐一些较为鲜嫩的芭蕉叶，准备给刚进鱼池中的鱼儿喂上来到农庄的第一餐。把砍伐回来的芭蕉叶投放在鱼池中的各个角落，不管鱼儿游到哪里都能吃到食物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赛迦为小慧种植的月季花都绽放出了美丽的花朵，适当的给屋前空地上种植花的位置，除草松松土，促进植物的生长。而后小慧爬到屋顶上，也给赛迦精心种植的花除草。为了迎接小慧的到来，赛迦可也是没少花心思来美化农庄内的绿化，但对于艳丽的花朵，很少有女人能抗拒得了的。等除完草，再给花浇上生命的源泉，让花有充足的水分，从而得到更加艳丽的绽放。等给花浇完水，从屋顶上下来后，小两口拿着簸箕来到自己开垦的地里，先是给木薯除草，避免杂草分刮去土壤中的养分。接着来到种植瓜苗的位置，采摘已经成熟的黄瓜。黄瓜的生长周期还是挺快的，2个多月时间就能完成从种子到落地采摘的整个过程了。当然这与环境和土质有着直接的关系。而赛迦种植的黄瓜还不少，不一会时间，小两口就采集了10多根已然成熟的黄瓜。当即夫妻俩就找了位置坐下来尝尝这自己种植的黄瓜味道怎么样。当然自己种的肯定比买回来的营养价值高，毕竟没用过什么农药化肥，是纯天然的绿色有机食品。回来后，赛迦把刚采摘回来的黄瓜都放进背篓中，因为今天小慧要回家探望家中年迈的父母，轻轻的挥手道别，望着他离去。而接下来就到了每天必不可少的喂猪环节了。
把粘稠的食物用泉水进行稀释。没了6只小野猪捣蛋，喂食工作就要顺利多了。给母猪喂上一大盆食物，经过这段时间细心的照料，母猪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接着给大猪圈中1公3母的生力军也给喂上食物，而只隔着一面竹篮的6只小野猪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随着小猪们的长大，它们所拥有的特权也被收了回去。等喂完4只生力军，最后才到了小野猪们的进食时间。现在它们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活动位置是最大的。整齐的排成一排，人人拿着一根竹竿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干饭时队形必须要一致，不然干饭就会演变成干架了。绿化环境要持续的进行，这样才能打造出完美的荒野农庄。望眼满山都是绿意盎然，又是到了1年当中的农忙时日，黄澄澄的稻谷种也已经装在用编织袋制作的挎包中。而今天赛迦邀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过来帮忙，男人拿着长棍子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个用棍子凿出的坑洞，当然在棍子的头部安装着一个专门凿洞的铁器，而女人斜挎着背包在凿出来的坑洞中播下稻谷种，分工也是相当的明确。在越南因为地势原因，种植旱稻还是非常常见的，虽然产量不及水稻，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，味道香甜，而且口感细腻饱满。人多了，种植的速度也提高了不少，经过几小时的劳作就完成了旱稻种植。小两口也踏上了回农庄的路程，横在地上的枯树干赛迦也顺势带回去，可以当做柴火烧。回到农庄，开始了今天的喂养工作。小慧开始切割芭蕉干，而赛迦拿着水壶给房屋4周的花草浇水。细心的照料下，月季花的枝头上都开满了花朵。切完芭蕉干的小慧把食材都铲到大铁锅中，进行下一道工序，把添完水的大铁锅放到火上煮着。小慧给老2和老3喂食时却多了一只，这难道是老2老3接回来的压寨夫人？喂完了狗子，小夫妻俩拿上工具，要在农庄内挖几棵芭蕉种植在鱼池旁。到了斜坡上，小两口选择一些没有完全长成年且品相较好的芭蕉开始挖掘。满山头的芭蕉任意挑选，而这芭蕉树也比较抗造，存活率强。很快小两口就挖掘了所需的数量，接着把刚挖出来的芭蕉背到鱼池边，然后2人用工具开始挖掘种植的孔洞。种植芭蕉有充足的水分是第一条件，而把芭蕉种植在鱼池边也有着好处，以后随着芭蕉根系的发达，能够加固鱼池堤坝的牢固性，如果夏天太阳大，也能给鱼带来躲避阳光的树荫。夫妻俩在鱼池的周围每隔2米种上一棵芭蕉树，看着非常整齐，又能美化环境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种完，赛迦给他们浇上生命的源泉。小慧用抄网把鱼池中的杂物和垃圾清理干净，然后采摘一些鲜嫩的木薯叶投放在鱼池中供鱼儿享用，而后给野猪们投喂上食物，一字排开整齐地摇着尾巴享受着美食。之后赛迦给庞大的鸡群也投喂上食物。攀爬到7、8米高的棕榈树上采集棕榈叶，只用1天时间就在屋前打造出完美的内粮小亭。农庄内自己种植的玉米也迎来丰收的时节了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一早来到竹林中采摘今天自己和媳妇要吃的食材。正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背靠大山的农庄有很多食材要从山上获取。当然越南属于热带区域，山上的植物生长得比较迅速，山上的资源相对来说也较为充足，而竹笋正是最容易获得的食材。赛迦边采竹笋，然后把竹笋的外壳也削去，反不给大自然，也不多采，足够2人食用的数量就够了。向着农庄方向走，但这树上长的橘红色的果实大家是否认识呢？它这能吃的是黑色的籽，老铁们有认识的吗？评论区科普。等回到农庄，赛迦把采摘回来的竹笋在水盆中清洗干净，接着加上清水在火上烹煮着。而后赛迦来到农庄的斜坡处采割一些鲜嫩的木薯叶，然后回到农庄把嫩叶投放到鱼池中供草鱼食用。等忙完这些，赛迦又到了竹林砍伐竹子，为明天搭建凉亭做准备。毕竟现在屋外吃饭的位置没有遮蔽阳光和风雨的东西，赛迦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了，只是农庄内的事情实在太多，忙不过来，现在也是时候准备建造了。把砍伐的竹子背回农庄的空地上先放着，而此时放在火上的竹笋也煮熟了。赛迦从铁锅中取出几颗解决自己的午餐，简单的水煮竹笋配上些蘸酱对付一口。而这时从家里返回的小慧也正好到了农庄，小两口一起坐下来简单的吃点。等吃完东西，夫妻俩开始整理起屋前的空地，把种花多余的地方都开垦出来，然后再撒下跟屋顶上种植一样的格桑花种子，要将屋前的空地变成一片花海，真正的实现满院飘香的感觉。赛迦把格桑花的种子沿着自己居住的房屋周围撒上一圈，要把种的花包围自己居住的房屋。等种完花，夫妻俩就到了自己种植的玉米地收取已经成熟的玉米。赛迦种植的玉米颗颗饱满，非常的成功，直接的把玉米杆上的玉米皮去除掰下来，也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和工序。到了第2天，
赛家用鲜嫩的芭蕉干投喂给猪圈中的野猪食用。今天将要独自一人完成凉亭的搭建，就不再麻烦的蒸煮熟食投喂了。给鸡群也撒上些玉米粒，解决农庄内所有动物的食物问题。而后赛家开始了今天的劳作，在屋前用撬棍先挖出要立柱的桩洞。为了凉亭的牢固度，赛家挖掘的桩洞足有半米多深，把作为立柱的木材按照自己所需的长度锯断。因为有着台阶的存在，外面2根柱子也要适当的加长，跟上面2根立柱持平。把立柱放进桩洞中，用力的把回填回去的泥土夯实，然后在立柱已经开完槽的顶部放上作为横梁用的竹筒。接下来就可以用竹子捆绑棚顶的底基了。有着野生铁丝的存在，捆绑起来还是相当快速的。天气说变就变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而赛家冒着雨并没有停下建造的工作。等赛家捆绑完棚顶的底基，又在高低台阶处垒上一堵石坎，要把高低的台阶填实，跟上方的地面持平。垒好石坎，用泥土把整个地面铺平整，凉亭的整个结构算是完成了。从高处望下去，正好可以看到鱼池中草鱼进食的动静，观赏这山上的风景，视野非常不错。而后赛家来到橘子林中的一棵棕榈树下，准备用棕榈叶来铺设凉亭的房顶，直接的上树劈砍树上宽大的棕榈叶。赛家人也很就盯着这一棵树使劲砍，直接把树上的叶片都砍得差不多了。当然这对棕榈树来说并没有多大伤害，反而能让棕榈树减少分化出去的养分。等回来后，赛家用棕榈叶开始铺设凉亭的棚顶，按照对应的规律把叶片一层层叠加着进行覆盖。对于赛氏家族建造这块的手艺，那是个个精通。经过几小时的捆绑，屋顶也是完美竣工了。依小编的看法，这修建的凉亭还是矮了一些，但最终的验收还是要等小慧回来进行检验。赛家把原先放着的桌凳都搬到凉亭中，今天的劳作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在荒无人烟的山上，从一无所有到野猪成群，围上围栏养殖上数量可观的鸡鸭，徒手挖掘鱼塘，养点草鱼，再开垦荒地种植上蔬菜。而这些小俩口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天气阴沉，大雾封山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小两口一大早就背着竹篓，要到老乡家割取一些番薯藤，拿回农庄内种植。来到位置，整个山头的番薯跟茂盛的杂草不分彼此，看着就像是野生的一样。当然这是由于主人疏于管理才会变成这样的。夫妻俩选择一些根茎较粗、叶片翠绿的番薯藤割回去进行种植。本来农庄内已经种植了番薯，而由于改造猪圈，才把已经种植的番薯拔掉了。小两口一人割了一箩筐的番薯藤背回去，作为种植用的秧苗，多余的也能喂给农庄内的野猪食用。等回到农庄，赛家修剪割回来的番薯藤做种植前的准备，而小慧也把已经收取完的玉米杆从地里拔出，为种番薯而做准备。两人各司其职。等清理完，两人开始把地里的杂草拔掉，清理出要种植番薯的地块。而后赛家用锄头挖掘种植的孔洞，小慧跟着赛家把修剪好的番薯藤埋入挖好的孔洞中进行种植。而先前在这开垦的田地中，赛家都是烧过草木灰的，土壤还是挺肥沃的。经过1小时的播种，小两口也完成了番薯的种植，把多余的番薯藤分别投喂给农庄内的10几头野猪，给他们补充一些番薯藤内所带的营养物质。当然这也只是饭前的开胃小菜。接着夫妻俩拿着煮好的食物正式的进行投喂，只隔着一面竹筒围栏外的几只小野猪早已等待在了那里。先给几只生力军投喂上食物，赛家顺手也清理一下猪圈中没吃完的芭蕉树根茎，接着给单人间的母猪妈妈也同样的喂上食物。而最后轮到6头活力四射的小野猪，一字排开是他们从小到大刻在脑子里的习惯，各吃各的，不容易出现干架的情况。等喂完猪，小慧给鸡圈中的鸡群也喂上一些玉米粒。而把几只鸭子关进鸡圈的原因是，已经在鱼池旁的鸭棚养了一些小鸭子，毕竟已经拿着几只成年鸭试验成功了。而后小慧到农庄中的斜坡砍伐些刚长出来的芭蕉叶，用来喂养鱼池中的草鱼。之后把割回来的嫩叶都抛投进鱼池中的四周，让它们游到哪都能吃上嫩叶。接着小慧给老二和老三也喂上早已准备好的食材，而另一边的赛家也开始制作小两口自己吃的食物。农庄内自己养的鸡已经处理干净，开始切块，接着再把生姜剁成细渣调味。之后赛家开始展示自己那超高的厨艺。那么问题也就来了，为什么他们都不放酱油呢？有知道的老铁吗？留言解答。小慧给水池边新来的小鸭子也喂上他们今天的口粮。新来的胆子小，放下食物不能在旁边观望，容易吓到他们不敢吃东西。而赛家又到地里采摘回来南瓜藤和2只小南瓜，制作下一道菜。洗干净后直接放进滚烫的开水中白灼，经过99、81分钟的文火慢煮，今天的晚餐正式的开吃。简简单单的2道菜，小夫妻俩也非常的满足。